樵夫上山砍柴，没想到却偶遇貌美仙女。仙女见他年轻力壮，于是就想要嫁给他。没想到作恶多端的蛤蟆精为了得到仙女的护身宝珠，竟计划要拆散这对神仙眷侣。刘海是一位樵夫，他为人勤劳善良，和失明的老母亲相依为命。可最近在他的身上却频频发生怪事。他每到一个地方，都会看见已经砍好的干柴，这让他感到非常的疑惑。这日，刘海正准备要拿柴火到集市上换钱，不料此时坏心眼的钱乡绅找上了门。原来他们是为了给后山青云洞里的金蝉大王举办祭祀，不仅要童男童女作为祭品，还四处搜刮民脂民膏。刘海先前已经交了半罐钱，如今还欠剩下的半罐，这半罐钱可抵得上10担柴火了。刘海当即表示自己身无分文，就算有钱，那也是要留给母亲治病用的。钱乡绅听后大怒，当即就命家丁拿他的柴火还有鸡鸭抵债。刘海拼命抵抗，却无济于事。刘母听见动静走了出来，钱乡绅当初逼死了刘海的父亲，害得刘母哭瞎了眼睛。如今他还到处压榨百姓，气得刘母挥动拐杖就打了过去。可最终势单力薄的母子还是没能敌过这群恶人，东西全被他们给掳走了。后山青云洞内，金蝉大王刚刚结束了闭关，底下的一群小蛤蟆嚷嚷着要大王教他们念经打坐，他们都想要修道成仙。金蝉大王笑他们太傻，表示自己已经修炼了500年，到现在也只是个半仙之体，要想真正成仙，还要再修上500年。所以金蝉大王打算放弃修行，因为现在每到中秋，村民们都会给他送来童男童女，有了这群童男童女作为滋补，用不了几年便能得道成仙。随后金蝉准备午睡，结果却听到一阵悦耳的仙乐。金蝉大王急忙走出去查看，原来是天池中的9朵莲花修炼成精。9位仙子正在翩翩起舞。结束之后，二吉走过来对其中一位仙子说道：“九妹，你是不是有心上人了？”九妹刚要反驳，八姐却表示：“我们全看到了，你都亲自帮人家砍柴了。”九妹被他们说得脸通红，于是就跑到大姐身旁告状。大姐此时问道：“九妹，你是不是喜欢上那个叫刘海的樵夫了？”九妹娇羞着回答道：“大姐，我看他是个老实人，又勤俭又孝顺，所以我经常看他砍柴。昨日我见他砍不到柴火，于是就暗中帮他砍了一点。”大姐笑着说：“那你这是爱上他了呀，你这个傻丫头。”大姐十分通情达理，得知九妹喜欢上了刘海，就鼓励她下山追求自己的幸福。更何况九妹如今已经练成了护身宝珠，已经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自己了。此时躲在暗处的金蝉听到护身宝珠，瞬间眼前一亮，随后她笑着走了出来。原来是几位仙姑子跳舞啊！贫僧金蝉这厢有礼了。听闻九姑娘练成了护身宝珠，今日是特地来给九姑娘道喜的，不知可否看一看那宝珠，让贫僧开开眼界。单纯的九妹见她说的诚恳，也没有多想，刚准备拿出宝珠，就被姐姐们连忙阻止。宝珠乃是防身之珠，你若拿出来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可就永世不能翻身了。见被其他几位仙子阻拦，金蝉气得破口大骂：“九仙姐自愿献珠，干你屁事！叫你这个臭婆娘来管！”众人也终于看清这个癞蛤蟆的嘴脸，让他赶紧离开这里。没想到却因此惹怒了他。他想要施法攻击，却被九妹的护身宝珠轻松化解。随后他又吐出毒雾，9位仙子连忙挥动宝扇，将金蝉吹下了山崖。金蝉撂下狠话：“这个仇我一定会报。”这天早上，刘海起床正准备要做早饭，结果却发现米缸已经见了底。正当他为今天的早饭发愁时，隔壁邻居的小兰走过来说：“刘海哥，我知道你家没有米了，你赶紧吃了这碗粥吧。”说完就扭头便走。而孝顺的刘海则把那碗粥拿来给了母亲喝。为了让母亲宽心，他表示自己已经吃过了。说完便拿起扁担上山砍柴去了。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貌美如花的九妹，原来是九妹故意在这里等他的。九妹一上来就喊他刘海大哥，这让刘海感到非常意外。随后九妹就自报家门，表示自己的父亲姓何，母亲姓花，家中姐妹9个，她排最小，名字叫做何秀英。原来是何大姐。秀英还想与她多聊会儿天，可刘海还急着上山砍柴，然后就与秀英告别。见刘海要走，秀英急忙叫住他，表示我刚采的花方才被你踢到山间去了，你得负责帮我捡回来呀。刘海无奈，只得返回帮他捡起那朵红花。没想到这时秀英却突然表白说要嫁给他做妻子，吓得刘海险些跌倒，嘴里喊着不成不成，这可不成，然后便匆忙离去。刘海来到山顶，正准备砍柴，不料此时一旁的小鸟突然开口说话：“小刘海，你莫惊，可家小妹名秀英。”刘海被吓个半死，这动物怎么会说人话？没想到此时空中的蝴蝶也开口说话了，他们都在劝说刘海娶秀英过门。刘海被吓得慌忙逃离，没想到却意外撞见了秀英大姐。你是何人，竟敢擅自闯入我的仙宫？刘海连忙道歉，我只是个打柴的，名叫刘海，不是有意闯进来的，还望仙姑恕罪。得知对方就是刘海，大姐就谎称自己乃是9天玄女，听说你砍樵父母十分孝顺，应该找一个好妻子，那何秀英就不错呀，你俩正好配成一对儿。
刘海坦言自己的确也很喜欢秀英，可是自己家境贫寒，刘海觉得自己不配娶到那么好的姑娘。得知刘海的难处，大姐就好心开导他，刘海也终于想明白了。大姐拿出一盒金银珠宝，想送给刘海做安家费，可是却被刘海拒绝。他表示自己有一双手跟这把斧子，我一定会给秀英幸福的。说完就原路返回，找到了秀英，随即就对着秀英一顿表白，这令秀英非常的欢喜，然后就跟刘海回家见母亲去了。此时8位仙子现身，他们都为九妹寻得幸福感到开心。很快就到了2人的大婚之日，邻居们敲锣打鼓，唱响花鼓戏，为这对新人送上祝福。婚后，秀英贤良淑德，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。刘海在外也是踏实肯看，2人的日子可谓是红红火火，夫妻俩如胶似漆，感情也是越来越好。没想到他们恩爱的场景却被金蝉大王刚好撞见。金蝉见不惯秀英逍遥快活，发誓一定要报坠崖之仇。秀英告诉刘海，我最近在帮娘炼药，等到了中秋，她的眼睛就会好的。刘海听后喜出望外，直言秀英不仅是自己的好妻子，更是我刘家的大恩人。秀英则表示，你娘就是我娘，这有什么好谢的。随后他让刘海去镇上买些东西，回来刚好过7小节。而金蝉则一路跟踪刘海，然后化作一个老和尚，走上前去将刘海拉到一边。他直言刘海印堂发黑，空有灾难，可是刘海却不以为然。我与你素不相识，你为何要诅咒我呢？老和尚紧接着又说，你刚刚娶过门的妻子其实是个妖精变的。刘海听后大怒，你才是妖精呢！要不是看你是出家人，我肯定揍你一顿，气得他扭头就走。怎料老和尚依旧不依不饶问刘海，你与他是如何认识的？刘海回答，是在蓬莱山上砍柴时认识的，是鸟儿兔儿做的媒，9天玄女做的咒。老和尚让他仔细想想，这鸟儿兔儿怎么会说人话呢？这可把刘海给问住了。老和尚告诉他，秀英的父亲姓何，母亲姓花，其实都是骗他的。秀英其实是个荷花精，她与你结为夫妻，目的就是要吃你的心肝。刘海听后大惊。老和尚接着说道，你死了不要紧，难道你就不为你年迈的老母亲想想吗？刘海这时犹豫下来，而老和尚则掏出一包毒药，告诉他这是专治妖怪的灵药，你找机会让他吃下，他就会现出原形了。说完就转身离去了。刘海回到家乡后陷入了纠结，而秀英似乎也看出了他仿佛是有心事。一旁的刘母穿上秀英为他缝制的衣服后，不断的夸赞，表示秀英自从嫁到他们刘家，家里面就兴旺起来了。你可真是我的好媳妇儿啊！此时的刘海站在灶前，拿着毒药摇摆不定。正在这时，隔壁小兰跑了进来。今天是乞巧节，她特意跑来为几人唱歌助兴，唱的正是那牛郎织女的故事。而这也刚好点醒了刘海，他突然明白，无论秀英究竟是人是妖，他都已经不在乎了。更何况这些日子以来，秀英对待他们母子可谓是万般周到。深感内疚的刘海便将这一切和秀英坦白，希望她能原谅自己。秀英听后立刻就想到，肯定是那金蝉在背后使坏。于是秀英带着护身宝珠就去找金蝉大王算账。金蝉知道宝珠的威力，自己肯定不是他的对手，于是只好连连求饶，希望秀英能高抬贵手，还发誓自己再也不为非作歹了。如若不然，天诛地灭。就这样，秀英便放了他一马。可没想到金蝉仍旧死心不改，还计划着要抢夺秀英的宝珠。于是他趁着秀英炼药为刘母治眼之际，变作刘母，一把将她手里的宝珠夺走。当刘海赶回家的时候，秀英已经失去了法力，十分的虚弱。她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变回原形了，于是便跟丈夫坦白，自己其实是蓬莱山里的一朵莲花，炼的宝珠化成人形，只因我喜欢你忠厚勤劳，所以便下凡嫁给你。本想与你恩爱一生，不料宝珠被那金蝉夺走，如今我不得不离开你了。说完，秀英就变回了原形。刘海手捧荷花，伤心地来到池边，小心翼翼地将荷花放入池中。而此时祭祀的队伍也已经出发了，钱箱上抓走了许多的童男童女，其中就包括小兰。刘海见状想要上前阻止，可对方人多势众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队伍离去。愤怒的刘海回到家里，拿起斧子一路追到了青云洞，挟持着钱枪上，逼迫他们放了童男童女。紧接着他带领乡亲们杀入洞穴，与金蝉大王和小妖们做斗争。最后刘海一斧子将金蝉大王砍死，夺回了宝珠。最终秀英恢复了人形，而刘母的眼睛也被他给治好了。从此他们又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